我才知道你是多么可爱，多么的好。这生活世事难料，有你在，岁月静好。山盟的海誓不那么重要，我们在一起，慢慢的变老。漫漫的长路，有泪也有欢笑。嘿，哈利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你们叫我孙老倔，其实我不倔，我不过就是稍微认真一些。别人怎么看你，和你毫无关系。不想要的东西再好也是垃圾。岁月静好，山盟的海誓不那么重要。我们在一起，慢慢的变老。漫漫的人生，有泪也有欢笑。嘿，哈利，你是我的骄傲，我的骄傲。哎呦，你这儿怎么那么闲？有功夫待在这儿？现在在外边逛街呢，我一会儿去接他，等他电话。老弟，我听咱妈说，你丈母娘要给你买房啊，抖起来了。哎，你说这什么时代了，还有丈母娘哭着喊着给你买大 house 的？你命那么好啊？哎，但我告诉你啊，高兴归高兴，你可有点心眼儿，知道吗？要买房必须写你的名儿。啊，是，现在是婚后财产，写谁名都一样。但是，你是一家之主啊，对不对？这口气你得争。不过就你丈母娘那人，肯定不可能答应。哎，我的名呢？谁的名也写不了。那为什么呀？我不能跟你说，你嘴巴太大。我嘴巴怎么大了？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就算你嘴巴大，我也不能说。我说你傻不傻呀？你有什么心里话，在家不能跟老婆说啊，回到这儿来又不敢跟咱爸咱妈说。你就剩我这么一个亲姐了，你还不跟我说，你跟谁说去啊？你告诉我跟你分忧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行，我就信你这一次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也憋得差不多了，我必须得说说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说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啊，倩倩他妈只有90多万，老太太就90多万，还敢张罗着买房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90万！别瞎咋呼，别让咱爸知道，让爸知道我就死定了。知道。哎，他就90万，那他干嘛还张罗买房啊？说的是啊，姐。哎，没钱不可笑，可笑的是什么？老太太张口就来2套，2套啊，900多万呐！那900多万跟90多万差哪儿去了？哎呦，你说说我这是命好啊，还是命苦啊？哎，不对啊，那他这是糊弄人啊！那你还跟他废什么话？你赶快搬回来吧！我跟你说啊，咱爸这2天脾气特别坏，逮谁跟谁掐。哎呀，行，你知道咱爸脾气坏，你还劝我搬回来住？有这么劝的吗？咱没回来住，咱爸就天天折腾咱们。我跟倩倩要是搬回来了，那一天到晚还消停得了吗？那不得天天干架呀？那倒也是。那咱爸早晚得知道他没钱买房啊！你这糊弄不住啊！能拖一天是一天吗？喂，老婆，啊，差不多了是吧？行，我这就过来了啊。哎，你这大嘴巴管住了啊！你敢告诉咱爸，我就跟你绝交。我嘴最严了。妈，我先走了啊。哦。
妈，你怎么不看书了？你听见什么了？我没听见什么呀。我下午有一个活动，要到诗社去。哎，我爸呢？我怎么没看见他？到公园打球去了。爸，嘿，爸，哎，上顺，哎你心思在这打球呢你？什么事儿啊？告诉你，绝对的惊人内幕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跟别人说是我跟你说的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，冒着跟我弟断交的危险跟你说啊。嘿，当然，在我心里，我老爸最重要，所以我才冒死跟你告密的哈。行，没时间跟你啰嗦。哎，不是，我这打球呢，我这儿。爸，金老师根本就没钱买房。他没钱买房，谁说的？国强啊，还能有谁？他亲口跟我说的。金老师只有90多万啊，他看那些房全都是900多万的，咋呼你呢，蒙你呢。真的假的？国强跟我说的，还能有假？哼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找他算账。哎，不是，老郑，干嘛去啊？我有事儿。有事儿，输不起想溜啊？接着打。我溜什么溜啊？是你重要，是我孙子重要啊？再这样说，爸，这俩又没带钥匙。哎呀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嘿嘿，金校长啊，近来可好啊？好，我好的一塌糊涂。你又忘了预约吧？哎呀，我今天出来的急，忘带手机了。你这忘预约了，抱歉啊。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啊？怎么着？你是不是又来专门找我的呀？哎，对，专门来找你的。我听说你买不起房子了。谁说我买不起啊？你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？这还用听谁说啊？满北京城全都知道啊，就差新闻联播了。你这是？孙国强这个叛徒，这跟我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也没见着他啊，我也没给他打电话。再说了，这事儿国强也不敢告诉我。那不是他说的，谁说的？事实就是事实啊，金校长啊，还用谁说的啊？当初我就琢磨，啊，我说你哪儿来的钱买房子？你看纸老虎吧，是不是？纸老虎吹吧，是吧？跟我吹牛，是不是？你甭废话，什么意思吧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既然买不起房子，我儿子和儿媳妇就得搬回去，还什么意思？这回没有什么疑义了吧？你听谁说我买不起房啊？啊，我只不过现在没选好呢，我正在选呢。行了，金校长，别吹了，在这儿别再跟我吹了。买房得看实力啊。谁说我没实力？我这个实力呀，只不过现在没有彰显出来。哎，行了，还没彰显出来。你90多万能买什么呀？啊，在你老家背不住能买套房啊。你要是在北京啊，你要找一好地界，你这钱买俩厕所还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哟呵，你了解的够详细的。那当然了。哎呀，具体我有多少钱你都知道。你刚才说不是国强告诉你的，那你肯定是花了钱，请了私家侦探在背后调查我吧？是不是啊？我有那闲工夫调查你呀？啊，行了，金校长，别说没用的，让俩孩子搬回去吧。哎呦，我是拴着你儿子还是绑着你儿子啊？你刚才说不是孙国强告诉你的，那就太可悲了啊！我没钱买房子，孙国强都不愿意告诉你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根本就不想搬回去，明白吗？他搬不搬回去由不得他，我告诉你啊，既然你买不起了，他必须得搬回去。我一会儿就告他们啊。行了，我走了。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祝你呀，通知到他们以后，他们就乖乖的跟你搬回去。那是肯定的。金校长啊，你说90多万能买什么
你这当时把我给吓的，哎呦喂！我一看大款来了，90多万，在这儿你1000万能买一套就不错了，以后可别吹这牛了。你当时跟我一说，我回去一琢磨，我以为你贪污了呢。谁贪污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不是你不贪污，哪来那么多钱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平白无故的说我贪污？不是，那你就别吹那牛，没贪污就别吹这牛了。没人欢迎你走吧。贪污吹这牛干嘛？你说当时把我吓的。你别管，是不是啊？还说人贪污呢，说话注意。以后别吹牛。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走就走呗，你别撵我啊！撵你怎么了？哎，我走就走，你甭撵我，告我儿子我儿媳妇搬回去啊！哎呀，什么叫搬回去？得了吧你！什么玩意儿？校长的来着？真是，哎呦，不行，我这头疼，都是孙老圈闹的。哎呀！老公，这件衣服好看，这颜色我喜欢。那就进去看看呗。好呀，好呀。去吧。老公今天表现不错啊。你先去啊。喂，爸，怎么了？开会？又开什么会啊？上哪儿去？回来！爸，我还是走吧。你说国强他们这眼看就进屋了，你骂他们，我坐那儿，我不就暴露了吗？你暴露什么？你暴露了啊！我又不会跟他们说，是你告诉我的。你不说管事儿吗？他总共就跟我一个人说了，现在你又知道了，那你倒不说了，那还能是谁告诉你的？这不打自招吗？真是！你以为告密者什么下场？哎，搁过去你就是叛徒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爸，不带你这样的，我好心告诉你，你还骂我是叛徒，你怎么这样？你人品太差了，爸。叛徒才人品差。不讲理呢？你说你这我还不如心疼你，真是的，你就不知道心疼我。你说你要是告诉他是我说的，将来我怎么见我弟啊？你以为你不坐这儿，国强就会原谅你啊？啊？爸，姐，爸，姐，哎呦，来，倩倩啊，快坐，来，啊，回来了。哎呀，那个国强，你帮我倒杯水。哎，我来。这水我刚晾的，正好，不热不凉的。我也来。哎，来，倩倩喝点水啊。谢谢姐。你累了？啊，有点，刚才逛街逛的。来，靠着，姐给你按。来，不用了。怎么样？这手劲儿怎么样啊？你这个手法太专业了。那是，你姐我当时下岗的时候专门去学过。是吗？哎，我本来要到洗脚城去捏脚。说到捏脚，我跟你说，我捏的脚的手法才棒。你把鞋脱了。不，来，不用，真的不用，真不用了，姐，这不合适，不用了。行了，别捏了啊！来，都坐这儿，我们开会。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从今儿开始，你们都搬回来。爸，你别爸的啊！你还想蒙我说你老丈母娘给你买大房子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俩得搬回来，红艳也得搬回来。我又没怀孕，我为什么要搬回来啊？你是没怀孕，现在欢欢和亨利的事都公开了，你还好意思说？那他们分不开，怪谁啊？啊，还不是因为你关键那一票，你还怪上别人了？行了，你别说没用的。我告诉你，欢欢在我这儿，我和你妈带着的时候，这孩子好好的啊，回到你们那儿，你们给管成什么样？给教育成什么样了？啊，大学好好的不上了啊，跑酒吧耍酒瓶子去了啊，耍来耍去给我耍出一个亨利来。
我说爸呀，这好嘛，都搬回来了，你不嫌闹腾啊？我不嫌闹腾，我就喜欢咱们一家人在这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你是喜欢了，那我们招谁惹谁了？我们都陪你住了10来年了，这刚搬走几年呢？不管，我们不搬回来。这样，你要想管欢欢，我把欢欢给你送回来，让他一个人搬回来，行吧？行了行了，我已经决定了啊！等我把房子收拾好了，你们都得搬回来啊！有意见没有？没意见散会。爸，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小燕，哎，干什么啊？你怎么了？你小燕，你跟咱爸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呀。哎，对呀，我能说什么呀？你们俩该不会是有什么秘密瞒着咱爸爸啊？有什么跟我说说啊？告诉我。我们俩没秘密，有秘密也不告诉你。那不就结了吗？又不告诉我，那我还能跟咱爸说什么呀？宋国强，我还没骂你呢，啊，都因为你把我给扔进去了。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本来你一个人搬回来的事儿，好吗？现在连我一块儿搭进去了。你搬回来住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你没管好孩子，你惹咱爸生气了。我再没管好孩子，那根儿还是你，还不是因为你闯祸？什么根儿不根儿的，就是你拐带的我。走，咱们回家。我告诉你，孙红艳，等我查清楚了，我再找你算账。姐，我们走了。老婆，你今天怎么没发言啊？哎呀，我跟你爸斗争了那么多年，我今天突然醒悟了。醒悟了？你说啊，我老跟你爸对着干，真是没什么意思，还落下一个不孝儿媳妇的罪名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要跟你爸智斗。哎，你说说，你有什么好主意了？先不说这些，哎，老公，你说我妈买不起房子这事儿，你爸怎么会知道的？我可没跟他说啊，我干嘛跟他说这个呀？那我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对呀，我也觉得应该不是你说的呀。是啊，我也不想搬回去住啊，我干嘛跟他说这个呀？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先拖着。那你爸怎么会知道的？难道你爸跟我妈又见面了？有可能，你回去问问你爸。妈，哎，救命啊！你干嘛呀？一惊一乍的。我诗社的朗诵会还没结束呢，你就叫我回来。我爸，他命令我们一家3口全搬回来住。啊？他这又唱的哪一出啊？我哪知道他唱哪一出啊？反正我不管啊，这回你想辙，我就是不搬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，倩倩，妈活不了了。怎么了？啊？刚才不是好好的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哪不舒服呀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，妈？就是啊，赶紧起来。去什么医院呢？宋国强，哎，我问你，我没钱买房子这事儿，是不是你告诉你爸爸了啊？哎呦，妈，这事儿不是我说的，这事儿真不是我说的，我跟倩倩都还以为是您说的呢。我说，哎呀，我真是有病了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愣着了，赶紧拿水啊！哎呀，好，这药。妈，我公公又来找您了。当然了，不知道他是谁啊？哎，他肯定是啊，撵不走我，所以想把我气在这儿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他怎么知道的呀？问我，问他。哎呦，妈，真不是我说的，我可以发誓，我孙国强绝对没有把您买不起房子这事儿告诉我爸。你发什么誓啊？你别演戏了，你口是心非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哎呦，妈，您看您把我形容成什么样了？我哪有那本事呀？
我要是有那本事，我早不干书巴了，我改行干演员得了。哎呦妈，您就别冤枉他了。这事儿他跟我一个心思，他也不想搬回去住呀。那不是他是你呀？怎么可能是我呢？我觉得也是，你不会告诉你公公。那会不会是您自己说漏嘴了呀？不可能，我傻呀我！哎，你公公一进门就讽刺我没钱呢，怎么样啊？哼！哎，连我只有90万块钱这个具体的数字他都门儿清。啊？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啊，这事儿好像就咱3个人知道吧？啊！哎，别看着我，别看着我，我干嘛跟我爸说这事儿啊？行了行了，妈，来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是不是你跟别人说的时候说漏了嘴了，让别人把这话传过去了？要不然你爸爸怎么对这件事情了解的这么清楚？是不是啊？那什么，来，你先吃药吧，妈啊！甭管这些了，先把药吃了吧。吃什么药都没用，吃什么药啊都治不了你爸爸给我带来的心灵创伤。哎呀，我头疼，不行，头疼！哎呀，要死了！妈，我求求您把药吃了吧。不吃就不吃。哎呦！完了！老公，你爸不是说要让咱们搬回去吗？你现在就告诉他，咱们答应搬回去了。答应他，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们家那个小院儿不是没有卫生间吗？你要让你爸给我装一个卫生间出来。你想，我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，半夜的出去上厕所，多不方便呀！万一再有个磕磕碰碰，那怎么办呀？所以啊，必须要有一个卫生间。不是，老婆，我们家那小院吧，它是文物保护建筑，国家不允许随意私搭乱建、随便改造。所以呀，他根本就建不出来呀，他就会知难而退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有的是手段呐！这样咱们就不用搬回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没什么。干嘛那么使劲啊你？好主意，好主意。主意不错吧？老伴儿，聚会结束了。怎么了，老伴儿？是和你们念诗那朋友惹你不高兴了？我问你，为什么鸿雁一家子要搬过来住？为什么？你这孩子这嘴太快了，这么快就告诉你了？不是你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？为什么呀？不是老伴儿，我以为我你知道了会高兴的。这我干嘛要高兴啊？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，你不嫌闹啊？闹什么呀，老伴儿啊？多好啊，老伴儿啊！啊，都搬回来多好啊！邻居们一看都得羡慕，人丁兴旺啊，和睦啊。我喜欢清静，我嫌闹。你说好不容易的，哎，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啊，搬出去住了，不挺好的吗？人多是非多，就会闹矛盾。你说倩倩搬回来就算了啊，她怀孕了，她特殊情况，你想看着大孙子，我理解。鸿雁他们真的算了，老倔真的算了。哎呀，别老伴儿别算了。你说现在欢欢这个样，你这我都担心这孩子，他跟咱住一起，咱们得管管他，我得管他呀，这孩子。不是你想管，你可以到他家里去管啊。那你说，那你看怎么办？我都开会了，这事儿都决定了，这事儿啊。干嘛？你说了你就不能反悔啊？你就说我不同意。再说了，国强跟倩倩也不一定会搬回来，中间还有个金校长拦着呢。你别高兴得太早。哦，这儿，我以为这个。哎，
答应了，答应搬回来住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儿子，那太好了，哎，那太好了。哎，什么条件？你说什么条件？啊，没问题，儿子。哎呀，这个你们不说我都想到了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啊。哎，好，好嘞，哎。老伴儿，国强和倩倩答应搬回来了。金校长会答应啊？骗鬼呢！他答不答应能怎么着？啊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他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他现在啊没钱买那房。行了，啊，儿子儿媳妇儿答应搬回来了，啊，你这下可以安心了吧？那老倔，我真的劝你，那个鸿雁他们一家子真的算了啊。哎呀，不过呢，这个倩倩说，她要搬回来呀，她得有个条件。有条件啊？哎，说是得在那屋啊，给她修一个卫生间。她不是现在是怀孕了吗？说晚上上厕所不方便，这装卫生间算什么呀？哎，那2天的事儿，我就给她装上了。老倔，你上当了！我上什么当？不是，咱家院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呢。啊，这房子属于文物啊，没有国家的批文，你不可以装洗手间的。我知道，老伴儿，我知道是文物。咱们院里这房子，还有胡同里这房子，我知道外观上都不能动的。但是咱们装卫生间是在室内，那咱们属于室内装修啊。这外边的这个环境啊、结构啊，咱们都不动，没事的。哎，你确定你装洗手间是什么？是内部装修啊，不是改建啊？哦，不算，老伴儿肯定不算，你放心，咱们在屋里装肯定不算，你放心吧，老伴儿。不可能啊，老婆，我爸说这事儿简单，他肯定给咱们弄出个卫生间来。哎，咱们不会到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？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你爸根本就不懂法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家那个小院儿啊，已经被列为文物了，那是受国家保护的。别说建一个卫生间出来，就是动一块砖头都不行。你爸呀，他根本就不了解。我爸他能不懂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先让他自己去折腾吧，咱们拭目以待啊。不行，我这心里还是放不下。哎，晚上没什么事儿，我去打探一下消息，看看我爸到底打什么主意呢。行呗。爸，哎，国强，我想在那床垫子那儿做个卫生间，你看那地儿行不行？那儿啊，啊，您说行就行呗。我觉得那可以啊。啊，那正好离着地下管道还近。哎呀，你这搬回来的事儿跟你老丈母娘说了没有啊？说了，我一回去就把您的会议精神全部传达给他了。那他怎么说的？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呗，他不彻底被您给打败了吗？哎呀，他早就应该有自知之明。是，哎爸，您知道吗？您这回去不是跟他叫板吗？啊，他不是彻底被您打败了吗？啊，气病了。病了，重不重啊？不重，就是头疼，天天在家吃药。头疼啊？
那别是心脏病啊、高血压什么的，他别赖上我呀。不会，爸，那怎么会呢？他这人不就好面子吗？这回一气病吧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天天在家头上系个带子，躺在沙发上哼哼说头疼，饭都做不了了，还得我做呢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就他那样还伺候你们，你们不伺候他就不错了啊！你还得你爸伺候你们。哎，还是老爸疼我，才知道你爸疼你啊！来，你帮我量一下啊。哎呦我天，你不睡啊？几点了？这都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有饭局啊！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什么饭局啊？吃到这点儿？人家不走，我们这请客的也不能走啊！哎，你怎么不睡觉啊？这都几点了？我睡得着吗？我又出大事儿了！怎么？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老公，咱爸让咱搬回去住。搬哪儿去啊？还能搬哪儿去啊？搬他那小院儿呗。那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跟你说啊，哎，不是倩倩怀孕了吗？啊，我爸想让他们两口子搬回去跟他一块儿住，哎，人家两口子不乐意，好嘛，拿我撒气。哎，你让我们搬回来，你就直说吧，还美其名曰说是因为咱们没有教育好欢欢，他要亲自教育。我不回去，不搬。你在家这一人就欺负我，我再到你们家，你爸、你妈还有你弟，你这带着亲我团把我弄死。谁欺负你？你看，谁欺负谁不一定呢。这就不叫欺负了。我不管。哎，你以为我愿意搬回去啊？你看啊，这要是回去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不都得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？是凭什么呀？她怀孕了啊，我给她当老妈子，我怎么那么贱呢？我。你也不想搬是吧？我当然不想搬了。那你跟你爸说呗。嘿，你这站着。干嘛？你觉得我说话好使吗？我要说话好使，我还站在这儿跟你废话呀？那谁说去啊？你说呗。我跟你爸说。你怎么了？你爸一说话我就鼓掌点头，别的动作不敢做。我说王广生，你能不能像回男人啊？就哪怕就这一回，你就回回都是这样。哎，一出事儿你就把我推前线去，你就在我身后躲着啊！你在我身后躲清闲，你有意思吗？不是，你先把这话说清楚，你捋顺了关系好不好？凡是所有这些事儿引起的，不是你就是你和你爸爸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们爷儿俩没事找事儿是吗？没，我没这么说，实话。你就这意思？不是，这些事儿，这些麻烦，都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，你们就自己解决就完了。我睡了啊。嘿，行，没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，就搬回去吧。啊，我同意搬回去了。哎。谁怕谁呀？咱俩肯定得有一个人不乐意。哎，我回去就跟我爸说，我说王广生这王八蛋天天在家里头，哎，不着家，天天在外头花天酒地，朝三暮四的。哎，对，让他给你们厂长说，以后都不许让你加班，哎，更不许让你值夜班。哎，对，管死你，看死你！孙红艳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我媳妇吗？你这不你刽子手？怎么样？我说了吧，得有一个人急的。那
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？行，我就说，这不就结了吗？真是，这就对啦。我说，你说我跟你爸说，我是用离间计啊，还是苦肉计啊？我觉得用苦肉计吧。你想，你这么多肉，不用怪浪费的，啊？不好。祝你好运，老公。Good luck。睡了。哎，老公，你别着急，我有个好主意。金校长啊，金校长开门啊！金校长，开门！金校长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开门呐！金校长，你要不开门，我就一直在这儿敲啊！人家不开门就说明不欢迎你，你有点脸面吧啊！我说金校长，我听说你病了，我来看看你。谢谢，我不稀罕，你走吧。啊，你有事儿没有啊？你有事儿你就说事儿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需要休息。你看看金校长，我听说你病了，你看我还给你买了点水果。哎，你这不能撵我走啊，是不是？你还知识分子，还校长呢，还。哎呦，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我身体不好，我需要休息。这不国强说你病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哎，你哪是担心我呀？你是跑过来看我热闹的吧？看我的笑话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好着呢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哎呀，我说金校长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怕你呀，因为我生气了，病了啊。我担心，要是我把你气病了，那国强饶不了我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国强和倩倩啊，答应搬回我那儿去住了。什么？他们答应搬回你那儿住了？啊？你蒙我吧你！我蒙你干嘛呀？你看你这房子也不买了啊，你也买不起了，这儿呢住着又挤吧，是不是？这以后这4个人住这儿，他也不方便呢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金校长，你看看，要不行的话，你也搬我那儿去吧，我那儿有地方。你这美的你，谁稀罕呢？哎呀，哎呦呦哎呦！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药呢？我去给你拿药去。我就知道，你呀，你就是为了到这儿来气我的，故意气我。哎呦！你看看金校长，你这想哪儿去了？我是真心来看你。你看孩子们答应搬回去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去哪儿？我不能让你回老家呀。你不愿意上我那儿去也行，那你就住这儿。这房子算我租给你了，但是我不收你房租。你看这行不行？以后咱们俩别吵了，和气生财。总吵对孩子们不好，你说呢？你少废话。你想吵就吵，你想和就和呀。哎呦！没那么容易，我跟你说哈，咱们俩那不是一个阶级的，咱们2个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啊，不可能有共同语言，也更不可能啊成为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您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，啊？什么阶级啊？啊？您比我们高到哪儿去了？不都是中国人吗？啊？你当个校长，当个教师，就比我们高一等啊！你不能这么说话。上次见了我你就说，哎，说你没文化啊，说我儿子开个书吧也没文化。那什么叫有文化啊？我说金校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发表过作品吗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嘿嘿，来，
你看看啊，这是几十年前我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的文章，你好好看看啊。你笑什么呀？啊？我是笑，这几百字的豆腐块文章，你还敢拿过来给我看呢？啊！你看这纸都发黄了吧？早就停刊了吧？早就没这个了啊！不是，我说你还当宝贝一样收着。不过你这人呢，我看也快成文物了。你不管它停刊不停刊，这白纸黑字啊，你看看这是不是铅印打上去的？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要告以前，我就是作家，你明白吧？作家呢？你蒙别人行，你蒙不了我。哎，就你这500字的这小文章，我估计当时啊，肯定是啊，编辑收上来的时候呢，前言不搭后语，编辑呢先帮你啊重写了这300个字儿，后面200个字儿啊，也肯定是错别字连篇。这吹呢，吹什么呀？真是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咱俩没有共同语言，啊，你在这病着，没人可怜你。谁用你可怜呢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这是最后一次啊！你下次要是不预约，你就来敲我们家的门，你就是把那门敲烂了，我都不会给你开的。我儿子、我儿媳妇要是搬回去，啊，你请我来这儿，我都不来。再说了，这儿还是我们家，还预约呢。我再跟你说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买的，我借给你住，不收房租，我这够可以的了。你别得寸进尺，我告诉你。谁得寸进尺？现在孩子们答应了，搬回去了，这就行了。今儿我跟你来是想好好的聊一聊，我看看你，看你病了，对不对？您还这样跟我谈阶级，什么叫阶级啊？啊，吓唬谁呢你啊？哎呀，那不是一概念，你懂不懂？我怎么不懂啊？你就是没文化，对不对？连这个说你这一吵头不疼了是不是？你装的吧你啊？你才装的！我还给你拿水果呢，你走吧，我还花钱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啊，我走就走呗，我没撵你就不错。这是我们家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我们家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家怎么了？搬回去，孩子搬回去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我一点都气死你！我一点都不生气。你走吧，我走。走。哎呦，谁稀罕呢？尊老倔。记得那天遇见你，屏住了呼吸，转身之后不见你，丢失了自己。每天盼望看你的眼，魂牵梦系我的发，爱情让我忘记了距离，抛弃繁华奔向你，丢掉自由，放弃潇洒，走进只有你的城堡。挽起长发，学会了装傻，只为牵手，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请你和我在一起，让我对你有所牵挂。亲吻悄悄，愉悦尴尬，摸索幸福的方向。请你和我在一起，让我深夜不再害怕，哪怕风霜雨露都写入我们的年华。每天盼望看你的眼，魂牵梦系我的发，爱情让我忘记了距离，抛弃繁华奔向你，丢掉自由，放弃潇洒，走进只有你的城堡。挽起长发，学会了装傻，只为牵手，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请你